重新绽放，给生命新的能量。走在未来道路上，追逐你的梦想，每天为你欢呼，祝福着你的信念，每个失望都能够转换成希望。就算挑战也得坚持，守护善良的力量。就算无助也要相信，心有一道曙光。我愿意陪你守护这一份善良，诚恳的目光不会被遗忘。我愿意陪你守护这一份希望，创造美好的世界，给未来一扇窗。Mr. 夏，我是社区护理护士金思燕，麻烦你看到简讯，请打电话给我。三妮，放橘子丁的人已经找到了，我现在去 Madam Lim 的家。我也去，等我。我今天去做家访，发现 Mr. 夏不在家。我和 Ben 在他家楼下找，他也找不到他。还有，他没有按时注射胰岛素，也没有吃药。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因为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啊。他有手有脚，而且眼睛现在又看得到了，他要去哪里，谁管得着？你这人怎么这样子的 ？Madam Lim 的事情就这么热心 ，Mr. 夏的事情又爱理不理的。我跟那个人没有关系，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他的事，也不要再逼我去面对他 ，OK？ 我不是逼你去面对他，可是他毕竟还是你爸啊，你是可以这样子对你自己的爸爸的吗？说了吗？任凯，你怎么会在这里？三姨告诉我，有人到处放橘子丁，害到老人家受伤，所以要我发挥公民记者的作用，让网民知道这件事，呼吁大家提供消息，尽快把这个人找出来。是个好办法。你查到什么？住这一带的人向我爆料说，曾经有一个男人在咖啡店剥橘子，却没吃，只把皮带走。爆料的人对这个男人有印象，因为他经常看到他跟别人争吵。就是他，吴建仁。爆料的人还说，他之前被一辆豪华车给撞倒，现在在停车场看到漂亮的车，他就过去踢两脚。那么记仇？我怀疑放橘子丁的就是他，目的就是想刺破那些车子的轮胎，没想到会被人踩到。不管什么原因都好，乱放橘子丁就是不对的。他一定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如报警好了。这只是袁凯的猜测，没有证据，报什么警啊？对啊，报警只会打草惊蛇，我们应该偷偷观察他，只要拍到他做坏事的证据就行了。辛苦你了。想喝什么？ Cranberry juice。奶茶？等了这么久，结果那个人什么都没有做，白等了。不要紧，交给我吧。我的 Web Channel 有很多 viewers 都住在这一带，他们会继续提供消息给我。你的网络频道好像越来越受欢迎了。最近我们刚突破了5万个 subscribers， 没想到这么多人会喜欢这种爆料新闻。所以开始赚钱了。只有一点广告收入，其实没赚到钱也不用紧。我现在
更喜欢报道真相。像上一次，我们拆穿了一个网络爱情骗子的真面目，哈，感觉真爽。看来你还是很喜欢做一些帮助别人的工作嘛？真的不考虑当护士了吗？是我叔叔认为我不适合当护士。怎么啦？难道你想帮我向他求情？哦，听我妈说你们2个正在交往。啊，不是吧？一说他你就不好意思了。我真的很难想象，我们医院的头号男生为什么会看得上你？为什么不能看上我啊？我怎么了？一个成熟稳重、风度翩翩，一个叽叽喳喳吵死人、爱多管闲事，我怎么受得了你？我跟 Ben 呢，就是异性相吸引。他这个人做事情有条有理，为人斯文又温柔，对病人有爱心又有耐心，不像你。他的本事呢，是你坐火箭都赶不上的，所以你不要在这里吃醋。我宁愿吃亏，也不吃你的醋了。安安已经脱离危险，但还需要在 ICU 密切观察。至于她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就很难说了。安安，别睡了，快点醒过来吧。我一直在这里，等你醒过来。Dr. Lim said the operation is very successful. Well done. 大家都很关心你，我一直在这里等你醒过来。我想带你去你一直想去的地方，去看 panda， 去 picnic。And the cookie you bake was so delicious. Grandma wants you to bake for her again. Okay? And Papa, he'd love to see you get well soon. Can you wake up? 我听雨田说起安安和阿木的事，有点担心你。你还好吧？我是特地来找你聊天的，你怎么不说话？把我当成是垃圾桶，有什么心事压力的，通通往我身上扔。哪有这么漂亮的垃圾桶的？就是要看到你这个样子，有什么事情说出来给我听，不要憋在心里。你就是这样，从以前呢，大家很累、情绪很低落的时候，你都会想办法开玩笑鼓励大家。真的羡慕你，可以一直这么乐观豁达。有什么好羡慕的？我也经历过家人生病离开的痛啊。不过日子总是要过的，至少笑着过，比哭着过来得好。我记得上次你离开医院，是因为要照顾你生病的妈妈。那个时候我妈妈得了卵巢癌，同时间我姐姐也得了乳癌。我去私人诊所上班，就是希望有多一点时间能够照顾他们。结果他们还是走了。2年前我患上了乳癌，原本想跟我复合的前夫，也因为我的病而离开了我。我一度觉得很绝望，甚至想放弃治疗。那个时候，是阿木一直陪着我，鼓励我。
支持我，我才能熬过来的。没想到你也经历这么多，不过这一切都过去了，至少你遇到阿木这样的一个好男人。可是阿木现在下落不明，阿南又昏迷不醒，我的一颗心好像悬在半空，什么都做不了。我真的感到很无助。我明白你现在的感受和担忧。阿木只是失踪，就代表还有机会找到他。安安的情况也已经稳定了，可能明天就能够醒过来。只要你不要放弃，就一定会有希望。我真的羡慕你，可以这么坚强、勇敢。你也可以的，不要忘了，安安还很需要你。阿木，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我很担心你，很想你，想告诉你，安安的手术成功，他也很想你，希望你能看到这个简讯，马上回复。Mr. 辉的右脚有 Stage 2 wound， 有些深层皮肤组织被破坏了。经过护理，他的伤口已经开始愈合。还有呢，在他女佣的协助下，他每天都可以做一些简单的 ADL。不过，因为长时间坐在轮椅，他的臀部有 Stage 1 pressure sore。你要提醒病人的女佣，每隔15分钟就让她更换坐姿。你也可以建议他买一个减压坐垫，会有帮助的。好，我会跟他家人说的。接下来我要提一提 Mr. 夏的 case， 到现在为止还是联络不上他。其实我有去他的家找他，他都不在家。还有我发现他的药几乎都是原封不动的。 Mr. 夏的伤口和视力虽然都恢复得很好，不过如果没有吃药控制血糖的话，还是会引起其他的并发症。我会联络之前的义工，看能不能找到Mr.夏，了解一下情况。Thank you, Sister Wong. OK， 接下来是新的 case，Mr. Chi Tai-Kui，65岁，大肠癌患者，刚动完手术，出院后需要 CCT 做术后护理。思燕来负责这个个案。OK。哎，Sunny，这个 Mr. G 是不是上次你和 Miss Yu 一起去病房看的那个？是同一个人吗？就是他。Mr. G 是大肠癌第3期，因为肿瘤的位置低，手术切除患癌部位后需要人工照顾。除了要注意护理 Mr. G 的术后伤口，也要教导他怎么更换造口袋，保持造口干净。这个部位的护理很重要，因为造口很容易引起并发症。OK， 我了解。不过之前我在病房很少接触这种手术后的伤口，尤其是 stoma。这个星期的培训会增加这方面的训练内容，到时候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他。OK，Thank you，好。另外一个新 case
Mr. Ho Kun Hao 78岁 ，Mr. Ho 是 Nursery Lee 的外公，因为中风导致左边身体瘫痪。Sunny，这个 case 就交给你负责。好的。资料上提到说他女佣会是 primary caregiver，所以我们除了替 Mr. Ho 做护理之外，也要教他的女佣怎么照顾病人。我和 occupational therapist 会陪你去做第一次的家访，看看他居住的环境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好的。Mr. Ho 跟 Mr. Chi 这2天就要出院了，你们有时间要去到病房去探望他们，多了解一下他们情况。OK。Sister Wang， 有事吗？没什么，只是听说你家里出了点事，有点担心你。谢谢你关心。你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还每天照常来上班来开会，你真的很坚强，不愧是我最敬佩、最佩服的 Sister Wang。我没有你说的这么厉害，还好有工作，我才有个寄托。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去柬埔寨看一看啊？当然有啊，只是放心不下安安，挺矛盾的。你不要担心啦，如果你真的要去柬埔寨的话，我可以帮你照顾安安啊，每天都会向你汇报她的情况的。谢谢你了，不只对病人热心，对同事也一样。干嘛跟我这么客气？不用谢啦。好了，不跟你多聊了，今天我要去社区护理站，我要去准备了。哎，记得哦，如果需要我帮忙要找我。安哥居啊，今天终于可以出院了。我跟你说啊，过几天我的同事呢思燕会到你家替你做居家护理，到时他会帮你，还有教你怎么照顾你的伤口，让你早点好起来。谢谢你，耀阳。哦，耀阳啊，你帮我去问一下医生，我可不可以不要带这个罩口袋，带着这个东西四处走，叫我怎么见人？安哥区呀，你这个造口袋呢，只是暂时性的，等你肠的接口恢复之后，就不需要用这个了。医生说，如果伤口不好，还是会扩散的。那我一辈子就要带着这个罩口袋。哎呦，早知道我就不要医了。安哥居啊，你别这样，医生只是说有这个可能，你一定要多往好的方面想，你一定很快会好起来，健健康康的等到胖达加薪、大学毕业，找到对象的。你讲的轻松。阿公，阿公，我们来接你出院啦。耀阳思燕，米居也来接安哥去出院了。我担心他们在解决医药费用的时候会有问题，所以亲自来比较放心。果然是一个尽责的医药社工，谢谢你啊。这是我的工作。出院后，我也会继续跟进安哥区的情况。你们如果在生活上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我很愿意听。谢谢。安哥居啊，有一个这么漂亮温柔的社工帮你，我都有点吃醋了。还有你们两个啊，过几天呢，先会到你们的家教你们怎么照顾阿公，到时你们要好好的学习，因为以后阿公就靠你们了。知道了，老大。知道。米旭，如果他们两个不听你的话，你可以跟我说，我会修理他们的。不会啦，他们两个都很乖。对哦，Sunny哥，我们现在变乖了。老大，你见色忘友。还要帮人家修理人呢，你跟人家说话的态度怎么能那么好啊？干嘛？吃醋啊？我吃醋，我宁愿吃亏也不会吃你的醋，好吗？当然，你看我随便说的话，你都记得这么清楚，有吗？没有吗？我只是不了解，你对我的态度不可以好一点吗？没办法，要看人吧。跟你这种人说话，当然要用这种态度啊。你又不像曼璇这么温柔，所以跟他说话的时候当然很温柔。我这种人，我会用这种态度跟你说话，也是被你逼出来的。哎，一样哎，我会用这种态度跟你说话，也是被你逼出来的。我不想浪费时间跟你说话。哎，英杰，你外公情况怎么样？
外公中风瘫痪后，心情就很糟，动不动就乱发脾气。我就要哄他、劝他，他才肯乖乖吃了药去睡觉。很多病人中风之后呢，性格都会有一些改变的，因为身体瘫痪、行动不方便、说话不清楚而感到忧郁、害怕，有些甚至还变得很暴躁。所以呢，你要多一点耐心，说话的语气要平静一点，还有不要问太多问题，让他好好休息啊。知道了。原本想要在他出院之前呢，跟他打声招呼的，既然睡了，我等一下再回来吧。不好意思，让你白跑一趟。不要跟我这么客气。还有呢，继续加油 ，OK？ 先走了。不知道英杰的外公怎么样吗？哎，英杰，我们刚刚提到你就是写的，怎么了？提到你的外公啊，他还好吗？情况算是稳定了，明天可以出院。中风之后的病人需要一段时间慢慢适应，才能够康复的。叫你外公千万别急。外公左边的身体已经不能动，现在连说话都有困难，他越来越抗拒治疗。丽莲姐，你可以教教我该怎么做吗？我们以前照顾中风病人的时候，试过用图片跟病人沟通。用图片来沟通？比如我们先问病人，你们现在觉得怎么样？然后我们用3张脸，一个是微笑的，一个是痛苦的，一个是什么表情都没有的，然后让病人选。我们还有其他的图片，像睡觉的、吃东西、喝水、上厕所等等。然后我们会问病人，你们现在想要做些什么？最近 Innovation 小组不是要准备开发一些 App 问我们意见吗？我们可以建议开发一个 App 来协助跟中风病人沟通。不只是中风病人，有语言障碍或者语言不通的情况下，都可以使用这个 App。除了图片之外，还可以加入很多不同的选项。哇，如果这个 App 真的能被设计出来，不止病人受益，我们的工作也会变得轻松一些。我们还可以继续想想可以增加什么 features。Great， 我越想越觉得这个 App 非常可行。哎，年轻真好，科技真好。Mr. Low， 不听话啊！叫你不要吃那么多甜品。怎么样？家人今天会来吗 Mr. Deng， 之前帮你做检测，显示你的血糖指数是14.3，现在我们要帮你注射胰岛素，3 units of atropine。李莲姐小荣 ，Mr. Yuan， ，Miss Chu， 我去找小柔，你帮 Mr. Deng 注射 atropine 吧。知道了。跟我出来一下。你知道为什么我叫你过来？因为我没有听清楚 ，Mr. Tang 注射的应该是 atropine， 而不是 aspart。你知道这2种药的差别吗？ aspart 是速效药，应该是饭后注射，或者是注射后立刻进食。现在距离用餐时间有半个小时。如果我们 Mr. Deng 注射了 aspart， 结果会怎么样？ Mr. Tang 可能会血糖过低，还可能会晕倒。对不起啊，我一时没有想到。你要记住，作为护士，我们要很清楚病人的病情，还要有判断力。换成是 Nurse Chu 说错了药名，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发现，避免任何疏忽。我知道了，我会记住你说的话，提醒自己的。回去工作吧。谢谢 Mr. Yuan。我是怎么搞的？明知道病人的情况应该注射什么药物，为什么还会差点搞错啊？我真的很没有用啊！如果我也可以在就好了，有他在，一定会提醒我。好想念他，好希望见到他。小柔，你怎么会来的？来找你叔叔吗？我是来找你的。看你这个表情，一定是做错事被骂了。让我看看你闯了什么祸。没什么好看的，也没写什么。哇，有人有秘密了？什么秘密啊？哪有什么秘密啊？对了，你最近拍的视频是越来越好看了，我都有看，还有按赞哦。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啊。真的吗？那你最喜欢哪一个视频？
都喜欢，尤其是你拆穿那个网络爱情骗子的，我最喜欢。你真的是做了一件好事啊，要不然又不知道多少个无辜少女被骗财骗色。像你这种善良又单纯的女生，你看你又来了，又取笑我了。我跟你说啊，我可是你的粉丝啊，你再取笑我的话，我就unsubscribe。好了，我不捉弄你了。喂，等一下有没有空？要不要陪我一起去抓坏人？抓坏人？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好，好好休息。好 ，OK， 再见啦，拜拜，拜拜。Sister Wong， 哎，南南琼，你怎么来这里的？我知道你今天会在这里，就带他来。Max 平时不喜欢出门的，可是一听见可以见到 Sister Wong， 竟然说好。谢谢你 ，Max， 还会想见我，我真的很高兴。不过。我猜你更想见到安安，对吗？对了，安安的手术怎么样了？哦，手术很成功，不过他不能这么快出院。如果 Max 你想见安安，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了。动这么大的手术，当然要好好休息。最重要的是，安安没事就好了。谢谢你这么关心安安。做父母的。当然了解这种心情。啊，什么？你腰痛啊？没事的，我平时很少运动，所以容易腰酸背痛。不如我帮你做检查吧。不用了，我最讨厌做这种身体检查，麻烦的要死。一点都不麻烦，就在这里做检查，只需要抽一点血拿去检验，等报告出来我们再通知你。不要犹豫了，很快的，10分钟后你就可以走了，好不好？好吧，跟我进来吧。来 ，Max， 来。哎，怎么今天有空来啊？再不来，我怕就要忘了怎么射箭。好啊，那等一下我们就好好温习一下。我的姿势可以吗？你现在用的弓是没有塞的，所以你用眼睛来瞄是对的。可是如果以后你要转去比较专业的弓，你就要把手放在下巴这里，还有需要有推拉的感觉，这里推，后面拉。Sometimes I feel like you may be somewhere beside me, but I'm here, back in this cold, empty room, with nowhere to turn to. It's so hard to lose you. Life's nothing without you. The silence is hanging over me. 你试试看吧。好。很好啊。要撑到，不然的话，这里你看这样出来的话，很容易打到嘛。还有，你要注意开弓的时候，如果瞄了7、8秒还没有放箭的话，那你重来会比较好。
为什么？因为开工时间太久的话，你的肌肉会开始僵持，精准度也会下降，所以瞄得越久，反而射不准。下次我会注意这一点。你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你觉得我有事才来找你？感觉吧。我和思燕去做家访，Mr. 夏不在家，我们到处找也找不到。是吗？应该不会有事的。我怀疑他故意躲起来，因为他不想见人。简单来说，他不要继续接受治疗。说的再直一点，我觉得他在等死。你很清楚，如果他不按时打胰岛素，会有什么后果？你弟弟因为阿辉的事，对Mr.夏的恨意很强，但是你不一样。一听我发现，你看着Mr.夏的眼神是关紧的，你自己也承认，其实你很矛盾。既然这样，是不是可以考虑原谅他，给他一个愿意保持健康的理由？雨田，让他有活下去的目标吧。Sister Wang， 值班啊？你那么晚还来，应该是来陪安安的吧？一个人在家里也是空等，不如过来陪陪他，跟他说说话，希望他能听到，早点醒过来。之前我觉得安安很可怜，失去家人无依无靠，可是现在我看到你那么关心他，我觉得他还是幸运的。上天给了他一个新的家，新的家人。其实幸运的不只是安安，我曾经很渴望有孩子，可是却错过了机会，所以我很感恩上天把安安带到我身边。你跟安安没有血缘关系，还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可是有些父母却忍心丢下自己的子女不管。我相信所有的父母都是疼爱孩子的，会这么做，也许有什么苦衷也说不定。苦衷？阿姨，你饿了吗？我去弄份早餐给你。不用了，我吃过了。Sunny Boy 呢？他已经去医院了。你也累了，上去冲个凉，睡个觉吧。不了，我还不想睡。怎么了？不舒服啊？阿姨，那个人不见了。CCT 的护士上他家，只见到药，没有见到人。到现在还联络不到他。我担心他自暴自弃，会想不开。他都那么大的人，有手有脚，他做什么是他的事，你何必为他担心？本想我提过，说那个人可能患上了忧郁症，他故意躲起来不吃药，是为了要等死。我只是觉得很奇怪，他出院之前还好好的，怎么现在变成这样？阿姨，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啊？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瞒着你和阿伯爷。早在2年前，我就见过那个人。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瞒着你和阿伯爷。早在2年前，我就见过那个人。夏明忠，你竟然还有脸回来！丽莲，看到你太好了。我去旧家找你们，隔壁的李婶说你们搬家了，给了我这里的地址。阿凤呢？你过了那么久才出现，你心里还有我姐姐吗？你告诉我，她现在在哪里？她过世了。什么时候的事？你这个时候问这些有用吗？我
对不起你。你少在我面前装可怜。有人亲眼看到你在泰国大鱼大肉，喝酒寻欢，你就好风流快活。可怜我姐姐病得那么重，还一直想着你，你却毫无音讯。你知道我姐姐有多伤心吗？我有寄信回来。你寄信回来的时候，她都已经走了。人死了，你寄什么回来都没有用的。事实就是你对不起她，你让我姐姐到最后也见不到你，你让她带着遗憾离开。老婆，老婆，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我真的很想回来看他们。孩子们都当你死了，你走吧，不要在我们面前出现。那么重要的事，为什么不早说？我是担心他故意装可怜来博取你和阿 boy 的同情，原谅他，接受他，所以就没有把我见过他的事告诉你们。那他真的有写信回来？信呢？他写了些什么？那时候你妈去世不久，我收到信的时候又伤心又难过，我连看都没看就把信撕掉了。你把信撕掉了？对不起。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没告诉你。什么事？他出院那天，我见过他。在哪里见过他？在骨灰塔。我一看到他，就想到你妈到死都等不到他的遗憾，我的脾气就来了。我忍不住骂他几句，说他没有资格来拜祭你妈。我还要他记得当初答应过我什么，不要在你和阿伯的面前出现。那他呢？他说了些什么？他说他会遵守诺言，他还说死也会死得远一点。死也会死得远一点。那班说的没错，他躲起来是为了要等死。妈，他回来了。我们好像真的错怪他了。他现在不肯接受治疗，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拿手给我，这是我亲手做的，喜欢吗？喜欢，哇，很特别的手链哎。你妈总是把大家掉的纽扣都收起来，为了方便她好找，我就把它串起来。串好后一看，觉得还不错，就把它弄成手链了。没想到吧，你这么浪漫，还会亲手做手链给妈咪。那还用说吗？我从来不戴手链。可是你亲手做的，我一定戴着。谢谢你，老公。你喜欢就好。不过，如果换成是发夹，就会比较实用。好啊，有机会我再用纽扣做一个独一无二的发夹给你。
妈，这个是……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在吗？爸，爸，让爱重新绽放，给生命新的能量，走在未来道路上，追逐你的梦想，每天为你欢呼，祝福着你的信念，每个失望都能够转换成希望。就算挑战也得坚持，守护善良的力量。就算无助也要相信，心有一道曙光。我愿意陪你，守护这一份善良，诚恳的目光。喂，雨田，你找我？雨田 ，Ben，他有写过信回来，还有写过信回家啊。什么？刚才我去妈妈的灵位，我看到这个，我很肯定，这是他做的。他曾经答应过我妈妈，他会做一个发夹给她。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对她说过的话。他那么爱妈妈，那么爱我们，他是不可能抛下我们不管的。他不回家，一定是有什么苦衷。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吗？怎么办？如果是我们错怪了他，怎么办？都是我不好，我应该相信他的。雨田，是我，别这么说。我应该给他一个机会解释。不关你的事。都是我。雨田，都是我。他现在在哪里？我一定会后悔的。雨田，怎么办？你先冷静下来。啊，我们一定能找到你爸爸的。OK， 先冷静下来。守护这一份善良，诚恳的目光不会被遗忘。我愿意陪你守护这一份希望，创造美好的世界，给未来一扇。
道 Mr. Yuan 和思燕在交往。验血结果显示，你的钙质比正常高出许多，也是血癌的一种。袁振成，袁振成，你听我说，你干嘛那么多事？干嘛那么关心我的感情生活啊？因为我喜欢你。是不是他们有消息了？搜救队决定停止搜救行动。